撞球是一种精准运动，需使用撞球杆搭配各种细腻思考，将球打进袋。而站姿及运杆是成功击球的基础，平衡的身体与稳定的出杆，让每一次的击球都更加准确。架杆需要留意，连接你与球杆的桥梁。精准的控制从这里开始。架杆时，保持手臂的稳定，球杆与手的接触要自然顺畅，这是击球准确的关键。定杆，打击白球中心点，是学好撞球最重要的基本功。推杆，控制力道与速度，感受手腕的顺畅，让白球稳定向前。拉杆，利用出杆速度与准确的打点，让白球碰撞到子球，产生反作用力。定杆、推杆、拉杆，这3种基本击球方式是每位选手都必须掌握的技巧。在撞球的世界里，精准的灌球就是王道。颗星灌球让子球没有在进球路线时找到进攻方式。跳球让白球轻盈越过障碍。精准击中目标需要不仅是力量，更是精准控制和完美的时机，是展现选手实力的高难度技巧。大角度薄球，让你在比赛中取得继续进攻的机会。组合球，进阶技巧将是制胜关键的一击。在撞球比赛中，不仅是技术的对决，更是智慧与心态的较量。每一场比赛的胜利，都是日复一日努力不懈的成果。113年度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一起见证撞球的未来之星。好，时间是8月31号周六，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33分。我们今天带来的113年度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马上要来进行下午的赛程了。那会进行到混合组16强赛的部分。那上午我们也陆续看了几场比赛，然后有一些是正常发挥，也有一些超乎预期的状况。想问一下全武教练，觉得这一届应该说我们第一天上半场的这样的赛事，你看下来觉得今年的选手程度怎么样？程度都还不错啊，我觉得尤其是蛮多选手他的心态是蛮健康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成长必须要有的心态，就是球技是需要后天的练习，但是我觉得心态是你从小到大更好的成长历程的验证。对，那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心态，那你在这条路上才能走得又顺又稳又远。对。那老师，其实你本身也有蛮多学生参与这一次的赛事，是。那你刚才中午的时候也去跟他们做了一些讲话跟交流，你是告诉他们下午要怎么样的一个准备？我就说，你们等一下2个会遇到，就是待会我们会播报的2位选手嘛，那我们就说，就是好好打，然后可以多尝试一下这样不一样的打球环境，以及不同的层级的选手，你们可以去调整一下心态，然后当做自己跟自己打，或者是自己跟选手打，其他选手打，然后短局数就是因为有些是2局嘛，那就是给自己的压力。好，那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选手能在这当中取得不一样的经验。我觉得，因为适应力一直是你要成为顶尖选手最必要的条件。对。那也就是说，你不能一直在闭门造车，你不能一直在家里就是自己练自己，或者跟同一群人打，或同一个环境打，这样子是没有办法有所进步的。我一直很希望说，你们不管大大小小的比赛，或者是对手不管强或弱，你都是去参加这个比赛。你将来在
去出国比赛，你才会有更好的适应力。然后或者是今天打的球，就算是上一个世纪留下来球，它的制造的方式不太一样，你打起来感觉不一样，你也可以去打打看。我觉得这样子会去激发你思考，说你今天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应该去怎么解决。对，那这适应力是成为顶尖选手最必要的条件。确实哦，就是选手透过难得的这种参赛经验，然后来出来累积实战的表现。所以哦，在这个31号周六跟明天9月1号周日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蛮多选手是这2天都有报名参加赛事。好，那我们现在马上要进行的赛事呢，您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转播现场，我们在高雄市政府社会局的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康乐室，在 B1 这边有好几个桌球台，然后呢也开好冷气，给选手们一个很好的舒适环境。那这一次的转播平台一样是由高雄市撞球运动协会的 Facebook 脸书专页，以及 Hot Sports YouTube 频道跟动之 Sports YouTube 频道，这样子多平台来为大家带来转播服务。好，下午这个回来的第一场赛事就是个重头戏啊！我们看到少年球王庄智宇对上刚才表现非常出色的女选手陈宇婕。没错，对，而且这2位也是老对手啦。对，然后在南部的比赛常常会遇到，两边都是看谁可以先抢下4局的赛点哦，就可以拿下通往8强的门票。没错。那我们第一个比完球之后，由陈宇婕一样非常稳定的比球，获得第1局的先攻权。宇婕刚才在这个对阵苏哲伟的那场比赛，他的当然我们有看到有2局是他透过这个 Kiss 的捷径哦，先拿下这样的分数，所以他的策略其实考虑的都还蛮出色的。没错，他是走捷径。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观众们今天也是透过我们的手机来可以克服这个距离上的差距随时来关注今天的比赛。没错，现在相当方便我们都用手机，然后可以在各大平台做直播，不管是官方自己的平台，或者是这个世界知名的平台，直播平台，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赛事。对。所以如果是这个喜爱撞球运动的观众朋友刚好也在收看呢，也欢迎您在这个留言区多多和我们互动，都会有小编来跟大家闲聊一下啦。好，我们来看这场比赛。好，那宇婕这次做的是另外一边那他这样看球的角度也会不一样。那我们来看一下智宇的第1颗球，1号球，他选择的是底带或者是中带呢？应该是中带。他选择底带，底带也可以。中带的话就是要跑颗星了。那他选择他准度比较擅长，他选择打底带。好，那这个庄智宇来自高雄，然后宇婕来自台南，2位选手都是来自南台湾那这次比赛也大部分都是南台湾的选手。那我们其实南台湾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是我们球馆们去做举办的。然后目前坊间最大的球场赛事非官方也是在我们高雄叫做晴天杯。那也是我们高雄有利人士去做举办的比赛。对，然后台南的话，这几年也是致力于发展我们很多比赛，所以有各多层级的比赛也有。然后今年最特别的是，它有一个全国的国小杯。国小杯对，然后参与的国小学生相当的多。然后这也是台南第一次办理这样子年龄最小的比赛。小选手的比赛，这很重要对于基层要有更多这个人口要投入到撞球运动来说，真的是要从小就练起。没错，而且我觉得其实办在台南也有一个很好的优势，就是
爸爸妈妈就不会很像保姆。除了带小朋友来比赛，其实台南也是一个很好旅游的对地方，比赛兼旅游，没错，住宿也不会说太贵，然后吃的东西也不会说涨得太夸张。那高雄更不用说，我们住宿的饭店也是全台湾第2多的地方，然后吃的东西也蛮多的，虽然没有像台南有很著名代表的这个府城的是比如说小吃，但是高雄的小吃也是很多元化的，然后也是有很多米其林小餐厅，对。那大家有兴趣的话，除了可以看米其林，最近有一个美食指南叫做500碗，就是1碗2碗的碗哦，它也是选了很多好吃的小吃，在高雄或者是台南这些地方。然后我觉得蛮多民间单位或者是官方单位现在都致力于用美食去带起这个旅游啊，是啊，尤其在南部的方面，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尤其南部的食物，我是个人偏好比较喜欢的，偏甜哦，偏甜。全副教练除了这个撞球之外，对吃也是很懂行啊。这个镜头拍不到我肚子，拍到我肚子就一目了然。是啊，谈笑之间，志宇真的是打得很 aggressive 哦，非常的侵略，已经来到了8号球终结的这个阶段了。对，好，这颗轻轻的保球非常的厉害，不愧是少年球王，真的完全把让宇杰定在了板凳上哦。没错，刚刚我们说封号啊，刚刚我们在场下休息的时候，就有人提议说，他叫庄志宇，那要不要叫宇智波？哦，那如果有在看漫画的人呢，就知道宇智波是谁了。看他有没有写轮眼，看起来这场比赛应该是有。对，好啊，很快速完成了一个载质的盘数，率先拿下了第1局。哇，没错。这场比赛宇杰可能需要加油一点因为2个人都是4局，对，但在球技上可能稍微小小的劣势了一点点。那这没办法，就主办单位规定的就是年级去划分他没有说你得过什么大赛，所以你就算是世界冠军，你来了也是这样。对，你就算是小学4年级，你不小心打赢了世界球王，不好意思，你还是2局。这就是我们主办单位它的规定。那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啦，就是同龄人，我在同龄人里面做的这个努力本来就应该是我得的，所以我应该就是要跟大家一样的在水平线，不应该说我练得多我就要让人家多。那这个赛事的公平性就是这样子。那台湾其实有很多坊间的赛事是强的人就要打多一点局数，那这个当然有一些是商业上的考量啦，那没有办法，有些选手也是为了这些商业上的考量，他不得不妥协，因为台湾毕竟经历了这个低谷的10年啦，从2008年到2018年，那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但这2018年之后呢，开始渐渐有起色之后呢，蛮多比赛开始办的是没有让局的，然后就是希望说选手们都同场较量，然后没有分强弱。那这样子原本就练得多的人，他就应该拿到他相应该有的荣耀以及他的奖金。好，志宇来解第1球。好，1号球在底袋之前，很甜的位置，没有问题。打进之后，2号做中袋。主播常来高雄旅游吗？我本来就是高雄人。哇，我本身就是高雄人。对对对，所以其实对高雄也是很熟悉。只是我比较少来凤山啦，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比赛场域已经是接近凤山生活圈这边了。对对对，我大部分是比较在北高雄那一带活动。左营这样。对对对，是的。所以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让你推荐高雄必吃，以你家为中心，你不用说很有名的餐厅。你会推荐什么样的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观众朋友近期有来高雄的话，
如果有去博尔那附近，就是博尔那个有一个算是一个艺术园区那边，对，其实那附近也有一个很知名的鸭肉摊、鸭肉店，对对对，就蛮有名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对。然后我个人很喜欢吃高雄的一间炸鸡，叫做小骑士。哦，对对对，因为那个是以前我还在读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在那个明城那边就有一间小骑士的店，后来他们好像品牌出了一些问题，中间有短暂停过几年，后来这个品牌才复活，可是味道还是有保留住。我记得它是一个连锁店嘛，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有经历过，吃到过。对对对。然后好像还有一个跟它很像的是德州，可能后来有几个类似的品牌，对。但如果有来高雄的话，真的是不妨可以试试看。喜欢吃炸鸡的朋友，对对对。像现在左营也发展起来了，它的整个高铁的带动，然后那边是百货公司，然后附近吃的也越来越多，整个生活圈从高雄市区往北移，往左营移。那像例如说富国路那边也蛮多吃的。高雄市近几年这个演唱会办得非常热闹，包含在9月7号跟8号。我们的这个火星人 Bruno Mars 就要在世运开唱了，哇哦！对，所以高雄现在也是饭店一直在盖，因为就是要满足这些演唱会经济，吸引很多粉丝会来这边住宿，然后看演唱会。没错，像这种外地的人会来，我觉得大众运输就变得非常重要。那我觉得像高雄这样的城市拥有捷运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硬体设施啊，对啊，因为像我们如果常出国，像我们外地人，如果没有自己自驾的话，是非常仰赖这个大众运输系统。那高雄它的大众运输系统，我是觉得不错。是，虽然它是早期只有10字嘛，对，然后现在多了一个环状线的这个轻轨，对对，然后虽然经历过很多黑暗交通期啊，但应该是今年还是去年完工嘛，对，大家就有尝到这个甜美的果实哦，然后可以仰赖这些大众运输系统给观光客。教练这2天就带学生来比赛，然后比完赛也可以带大家在高雄走一走、晃一晃。凤山就有一个我一定要吃的，但我们不能帮他宣传。好 ，OK。但是我可以说他卖什么，他说卖了4个东西，他就是有卖米糕、四神汤、面线。肉圆我每次去就是必点这4件，所以就是来一个大全套，对，厉害，真的是好吃，对啊，凤山我是蛮推荐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684D，应该会做一个防守啦。哇，这个防这样子削一下有点，这个打这样我是不太建议啦，就是轻轻的用8号球做雕球就好，就是觉得防守有挡到比放远还要来得重要，那我觉得经验上有所差别啦。这边灌底有，角度小小的尴尬，他也是歪着头，这个头我帮他先歪的。其实选手们都有一些小习惯，我觉得像我那天去看了亚洲锦标赛，然后选手当打不好的时候，他就不会看桌上的球，他会看天空中某一个角落，然后这样子有点上吊眼。我问天。对，那我都想说，这上面有答案吗？很妙。不，我们说有时候越成熟的选手，越是要学习把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即便你的好或跟坏你就是要不动声色。没错。对。但像撞球史上有一个火爆浪子，他 Trainer， 他就是打球的时候非常的暴躁。那我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他的人设，他搞不好是故意去影响对手。对，他会打到生气，然后现场就把他杆子折断，哇，他直接摔在地上，哇，这个我们在网球常看到摔拍不过在撞球场看到这破坏杆子，这倒是比较少见的状况。
他厉害的点是他还会跟观众吵架，哇，然后还跟裁判吵架。哦，那跟他比赛压力是蛮大的。没错，所以大家都不太喜欢跟他吵架。然后不是不太喜欢跟他不太喜欢跟他比赛，对，不太喜欢跟他吵架，谁想要跟吵架？对。然后这几年他已经老了嘛，他就比较少在吵架，但是有时候为了作秀，他会故意跟人家吵架，因为毕竟人设已经设定在那边。哇 ，chance 好，宇杰有把握住哦，哎呦，漂亮扳回一局，要把我们的少年球啊按在地上摩擦。他们现在目前看起来是势均力敌啊，虽然至于第一局表现很强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宇杰在这个机会球的把握度上，他都有把握好。没错，关键的时候把握住就是最重要。尤其这种短局数，就是你不太能失误啊，对，失误的容错率太低了。没关系啊，谁等一下输了，我都请他们去吃个好吃的大全套啊！这一定要带他们去吃个米糕面线吧。会不会这个周末比完赛回去发现长3公斤的？没办法，那到了一个地方比赛，一定要享受一下美食。尤其台湾真的，像出完国之后回来台湾，你会发现台湾真的是美食之都。对，真的是太多好吃的，而且我们有融入各国异国料理，像去国外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国家的料理。对，而且台湾人还会自创那个国家没有的料理。对，比如说蒙古烤肉，蒙古人根本没有蒙古烤肉。是啊，台湾现在也是很多创意的东西哦。对，好，冲球，看一下它的落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1号大角度，应该还行哦，远球，稳稳的打进，应该是没问题啊。OK， 底带的远边，像高雄的演唱会啊，基本上都是办在这个世运嘛。对，那这就是我们当初世运规划的后期，就是我们办完世运这个场馆要干嘛？对，没错，它后期的红利，对，它本来就会用在这些上面，所以我们像很多国家办完奥运啊，或办完什么运，那些场馆它就变对文字馆，没错。对，所以像这次巴黎，他也很怕这个东西，所以他有很多东西都是用它既有的建筑在里面重新包装。对，巴黎奥运这一次确实在这个推广环保跟永续的议题上做得蛮好的，而且它是号称史上最省，就是花费最少的一届。是，你看它就是直接连开幕式都直接是利用他们既有的这种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建筑群，还有他们的塞纳河，而不是我重新搞一个场馆。没错，对，然后给大家这种耳目一新，真的是展现了这种文化大国那种骄傲跟态度，真的有看到。而且他还敢自嘲。对，没错，真的只有法国人敢玩这个。像现在也是这个帕运举办期间，所以观众朋友也不妨给我们中华代表团的帕运选手们继续更多的关注哦。没错，他们这次也是去法国。哎呦，运气，对，运气。我们中正大学也有一个选手啊，昨天才拿下一个铜牌哦。对，我忘记应该是跆拳道。对，然后他是手受伤，所以他没有办法这个成为正式的奥运选手。是，但是他的实力很好，所以国家或者中正大学就栽培他，然后成为这个帕运的选手。对。然后我记得应该是有得到一个铜牌，对，肖祥文，在男子58公斤级这一次拿下了铜牌，对，他也是长得一表人才，帅哥一枚。哇，回去应该中正会为他准办那个接风宴吧？对，一定要，他是骄傲，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好，我们也期待像这个祥文一样，有更多的中华队好手陆续在帕运的舞台发光发热。没错。希望大家也给帕运选手更多的支持啦，他们更需要的是舞台。
那其实撞球我们放这上面也会有蛮多，我们也有帕运的，不能说帕运，我们这个身障选手的比赛，对。然后像篮球其实我就不太懂那个规则，但我每次都会心里想说，到底能不能就是带着球走几步，然后他们的规定会是如何，我就会很好奇这些运动它的另外一种规定要怎么去设计，是才能更显公平。至于台面上还有2球，没错。哦，好球，对，没有问题。母球的位置设计的也很好。OK， 这样子，双方的第3局较量由庄智宇拿下。没错，目前看起来双方是你来我往，对，是有来有回的一个状况。没错，而且庄智宇他蛮冷面杀手，你看他打完球，他也不怎么笑，他也不怎么，他脸部表情蛮酷的，没有什么反应。他那天我记得在亚锦赛颁奖典礼上，就是他也是不笑，他就是拿着这样子，然后我就在旁边说：“有相机在照，你也笑一下吧。”然后他才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我快笑死了。我说选手们还是要懂得经营自己啊。像我们台湾有一位非常顶尖的这次亚锦赛的冠军，国云学神张荣麟。那他早期也是酷酷的，就是一脸就是我舍我其谁的那个表态。然后他比赛拿的冠军，他也是冷冷酷酷的。对，然后前几年不知道着了什么魔，就是拿冠军，然后可以跳舞了，会跳舞了，对，放开了，对 ，OK。然后要不然就是场边有小朋友在帮他，那种很小朋友，看到进球会哇叫，然后他也是跟着给予回应，对，跟着那个小朋友一起叫，对，然后我就发现，他开朗了许多，或者是他制造了很多欢笑声，在这个人设上做了很大的改变。这是我觉得最大的印象。是啊，选手生涯其实蛮长的，包含当然打球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啦，每个人都还有这种，不管是面对生离死别，或者是结婚生子这种不同的阶段。那也会对选手的心性产生改变，进而去影响他在这种专业比赛里面的一些形象、个性，跟甚至是一些技术细节都会有影响。没错，而且撞球蛮特别的，我有看到蛮多国际赛，很多50几岁的职业选手还在打，还可以再继续打到晋级赛，所以撞球选手的职业生涯年龄算蛮长的。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项运动，尤其你看到50几岁还能继续打，对，然后或者是撞球之神，现在还就是菲律宾好手叫Efren Reyes， 然后他现在也是公认的世界之神，然后他现在60几岁，也是还在继续打球，他没有放弃打球，而且到处去表演，真的，大家都希望说可以看到他打一些很特别的球，贯彻了活到老打到老的这个精髓哈。而且最近有以他为命名的杯赛，即将在这个9月还是10月吧，应该会办一场比赛，然后以他的名字为命名。然后我们台湾的好手柯秉义也有入选这一个杯赛的柯家大哥哈，没错。他们3兄弟可厉害了，真的是台湾的撞坛史上真很难得的这三兄弟，就是虎爸。真的，然后我问他们，这虎爸才有办法让他们出来。所以要成就一个选手，其实你说是虎爸教育好，还是爱的鼓励教育好，真的很难说。是，主要还是看小朋友有没有兴趣。对，有兴趣不管什么样的教育方式，都可以让他走得很长很远，都没有办法遮盖其光芒哈。没错。就是早期都会去争论说，我们到底要用爱的教育，还是用虎爸虎妈教育，真的很难去做
做这个结论啊。是有些人真的是虎爸虎妈教出来的，就是顶对啊天立地。尤其是我觉得职业体坛真的后面都是结果论，大家就是看你成功了之后，然后你做的事情就变得对了，都是这样子。没错，结果论。像大谷翔平，他就是爸爸妈妈也不管他，他就是自己，然后自我要求。这边来打橘色5号球没有问题，进球都很果断，干净利落的。宇杰这场比赛的笑容就稍微少了一点，对，他就坐在板凳的时间比较长了。对，他上一场就是不管是台上台下都有面带一点微笑，是感觉到他这场略有压力。也趁此机会做更多的观察啦。好，又来到了桌台上只剩下2球的时机了。像我们前几场比赛，我们有谈论到黑科技嘛？那像庄子宇选手，我们就前几天也有聊过黑科技，他就说，他这个打不习惯，他还是喜欢变化性比较多的变化性，他还是比较喜欢。那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但我觉得他的个性不太像喜欢变化性多的人，是他有点没有那么高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叫什么？古灵精怪。对，但他会喜欢木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应该深受教练们影响的选手居多啦。就是有些选手他在打球上面他是模仿他的教练，而不是他自己的性情上面的展现。一定啦，我觉得很多台湾的体育圈子就是选手，毕竟传承是师傅嘛，所以教练师傅怎么教，他很容易受到这个观念的影响。没错，对，除非他是自己本来就是比较愿意去尝鲜，喜欢这种新鲜玩意，然后新鲜不管是科技也好，然后战术也好，他很乐于去尝鲜的人，才比较会做改变，不然大部分人还是习惯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对，不过没问题啊，用木杆还是可以当上少年球王。没错，对。国外好像蛮多那个很有名的选手，爸爸妈妈都本来就有在运动，好像有点父承子，是一种父辈，对，一种环境带来的影响，对。然后台湾好像也是有，但是没有那么显著。好哇，宇杰这颗大失误啊，这个防守没有防好，母球往前推，可惜有点换他失场。是，那上一场是他的对手失场，对，这一场换他失场所以人面对压力的时候，就可能会有点失常。我以前遇到强劲的对手，我都觉得我不用打赢那么多人，我只要打赢他，我就可以缩嘴一辈子，所以都会打得特别好。可能你这种比较乐观的心态有时候在比赛会起到奇效。这不能说乐观，因为打一般型选手我就打得不好了。好，宇杰的博肖把母球藏到比较深处让对手不好处理。我有看这个羽球采访这个周天成，我问他说，就有人采访他说，你要怎么激发你很想要赢的斗志？就是你的这个斗争心，在你比赛过程中也很重要。然后这个小天就会说，我会把他当成仇人来打，就是往死里打。对，就是我说，那你要怎么把他变成仇人？然后是小天就说，这个我们可以设想他可能长得我不喜欢的样子，比如说他眉毛很粗，我说这个人眉毛怎么那么粗？然后他就想办法尽量的去讨厌他。对，我就觉得好像还不错。这也是一种心理暗示的一种策略。没错。刚才
庄志宇用跳球去化解，不过在近底带的角度偏差了一点，所以两位选手现在都还是围绕着1号球在做进攻，没错，没有人可以把它打进。对，都不好打，对那都在做一个攻防。那攻防就是吃一些策略。哎呀，这边完成了一个哇，3不沾之外，最后还进洞了。没错。哇，讲到3不沾，我就想到这个宫廷菜，自己尝试做的第一次手。哇，那个是很费工的东西哈。没错，他说是慈禧太后的最爱。好，那就看宇杰这边有一个天赐良机，那他怎么来设定？而且要想到后面好几步咯，不能只想1号球哦。你看他观察的很仔细。没错，因为2、3、4靠得相当的近啊，对，那他需要做到蛮多细节的。是，他可能甚至在想，可不可以用他最喜欢的走捷径的方式。哇，这个力量差的有点多了，我们的宇杰宝贝。母球没有定住哈，还是跑得不够远，跑得不够远。对，他希望在我们的三角框的左侧这边会好一点。但他这个对，他这样2号球的角度就比较别扭一点。对，而且做3号也比较需要闪4号。那他也可以做防守了哈。如果真的不好攻，果然出现失误了。洞前的颗星弹了2下，可惜没有掌握住，只有球吃1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少年球王宇智波。我感觉比较像宇智波哥哥佑，就是有一脸冷酷，然后没有表情的感觉。现在那个火影忍者已经演到这个对，博人传，对。最近漫画界最大的消息就是这个富坚还要富坚老师又要复刊了大家众所期盼的库拉皮卡下传记，大家真的是引颈期盼啊！就是大家每周猜测他为什么又不画了因为他又去打电动了。哇，富坚老师也是一个蛮兴趣多元的人，他常常好像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除了画漫画这件事情，他一旦迷恋上其他事情之后，他就会很极端的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然后等到那件事情的兴致消退之后呢，他可能再会回来画漫画。因为他觉得就是画漫画需要灵感。对，他有很多的灵感，他需要从生活中去截取，然后他又是那种边画边修改剧情的人。他不像那个尾田老师画那个海贼王一样，海贼王是很世界观已经想好了，然后再去删补。我们尾田老师也是骗人啊，说5年内要完结，5年了。他可能想完结啊，但是出版社可能不想让他完结，毕竟是 Jump 的这个3本著啊。没错，现在会讲 Jump 的小朋友都不知道。庄志宇稳定的发挥哈。没错，我还记得以前有新的漫画出来是单行本，然后如果你有买到的话，哇，你带去学校可是就是风头人物。我记得我那时候买了整套的《灌篮高手》到学校，哇，瞬间变成万人迷。教练会这么喜欢动漫文化，还有不管说网咖文化，会不会跟你们早期在打撞球的时候，很多我们民间的这种撞球台场域啊，它都是离不开这种同时又有漫画，同时又有网咖这样一个复合式的经营？但我觉得更多的应该，说着，我们对这边给了一个出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哈。没错，他可能想听听看我怎么。好，你继续。就是我们漫画
这个场域也是有，但是小时候能玩的东西就不多嘛，漫画、撞球、网咖、保龄球、钓虾，就大概这些了。所以就是每个都很期待，然后或者是很专精在玩这些东西。所以现在这小朋友，我就觉得就只剩下手机了，连钓鱼都在手机上。我前阵子看到一个影片，介绍有一个钓鱼的游戏，然后这个钓鱼的游戏里面的最强的高手，竟然是一个爸爸，50-60岁的爸爸，然后他的在手机上面玩这钓鱼，已经钓到开自己的论坛，哇！然后钓到开论坛，各个年轻好手都去问他说这个要怎么钓，这个要去哪里钓，是，然后他靠这个论坛赚钱，哇，赚的比他的小孩还多。好，宇杰关键的9号球。哎呀，哇！我们宇杰没有要给志宇一个痛快，换志宇要给宇杰一个痛快了。刚才他的那一球削的不够薄，没错，削的不够薄，削的不够薄，因为本身就有点难度了。那选手都会在一些暗示之下，怕打太薄，然后就会越打越厚。其实人就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人嘛，所以他通常不太敢往薄的打，都会打往厚的打。哇，好，我们恭喜少年球王志宇。庄志宇还是以4-1这个蛮大的领先，两个人还是讨论一下刚才的状况哈。没错。好，那这样子就由志宇拿下了晋级8强的门票了。第一天的比赛，我们也看到蛮多。也是现在在他们成绩里面的大物出来切磋，当然这也是举办杯赛超越胜负的一个收获啦。对，没错他们两个还在讨论交流一下刚才的状况。老对手了，是一个来自高雄，一个来自台南两个人在场上是完全没有表情的，要打完之后，然后表情才回那个。封印才被解除，然后才可以露出笑容，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次恭喜庄志宇迈向下一个回合。那我们的这个主桌也要来进行简短的场地整理，然后下场比赛马上回来，观众朋友先休息一下。选手张志佳的队友，张志佳的队友，举办活动。
选手加詹苏佑普、庄志宇、黄永介、陈子玉、刘子瑜，让选手18位。今年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的比赛第一天哦，31号周六，我们现在进行到下午的赛事是8强赛，然后呢，即将上场的两位选手是陈家珍以及苏佑璞，两位都是分在国中学生及高中女子，所以呢，他们都是3局，所以是一个抢3，双方都是一个抢3的状况。没错，同局数的较量。好，那我们看到比球完之后是家珍获得这个第一局的冲球权。啊，家珍我也是从小看到大，从小看到大的一位小选手哈。对，没错，他很多比赛我在中等学校我就看过他。那你一路观察他有什么特质？他的特质就是太容易紧张。容易紧张，对，但是这没办法，这真的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有办法渐渐的稳。对，而且这个是教练也没有办法帮他，他必须自己要克服的课题。真的，有些东西真的是旁人无法帮啊，这叫心结。对，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真的有些人就是一句话就点通，有些人一句话一辈子都没办法做到，真的太难了。好，我们看家珍在今天这个比较相对没有杀气、没有那么重的一个场所，大家开心打球的一个感觉，看他会不会好正常，不要那么严肃，那么紧张。没错，但我刚刚看他排完球，马上就喘了一口气。好，他的冲球哈，好，有球进，1号球也进了，对，进了2颗。没错，那2号球还是chance，还是可以继续进攻。我记得家珍的妈妈打球，家珍每次在比赛，她妈妈就会非常的紧张然后所以母女俩都在紧张。对，母女俩都是紧张是。那当然，望女成龙，望女成凤了当然都是大家长的期盼。刚才的冲球进了1号跟7号。没错，好，相当可惜没有掌握这第一颗的chance球。那至于我们的这位另外一位选手苏佑璞呢，教练对他有什么认识？这个选手我可能还不太熟，但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比赛中认识他。好，对，相见相见恨晚，相见恨晚，今天就认识哈。对。相见恨晚，他们现在也没听过啊，以他们这年纪，但这首歌真的是经典好歌了现在很流行听老歌应该就是大概90年代。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吹起一股 Y2K 的风格，不管是穿衣服还是整个这个金曲的怀旧年代都流行起一股复古风。
没错，现在我这几天在高雄嘛，然后你经过一些店家，你会听到他们在放一些歌，你会听到重复放的歌都是我学生时期的歌哈，对，然后要不然就翻唱，然后最近翻唱蛮多的，就有一首是蔡依林的《妥协》，然后我就觉得哇，大家都在找这些比以前早期2000年开始的这些2000年金曲，对，现在的天王天后早期的歌。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看到这个 IG 上面年轻人都说哇，以前的人歌怎么那么厉害？是，然后我心里想说，我也觉得以前人怎么那么厉害，但人家都说不要提当年勇，但当年真的太勇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确实，台湾歌坛在这个2000年哇，真的是神仙打架的一个年代。我们说陶喆、蔡依林，然后周杰伦这些，对，即便放在现在，都还是这些人的感觉。真的很强。那是一个神仙打架的年代。没错，4王4后。所以现在吹起这个复古风也蛮好的，因为本来就说啊，流行就是不断的轮回嘛。没错，所以也蛮好的。我们看到小选手，他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一个神隐少女的海报，有点像。对，但是是恶搞的。恶搞版。我记得没有这个大眼睛环节，对， okay， 可能是二创的一个搞笑版这样子。没错，现在蛮多二创的，尤其会二创一些那个文艺复兴的那个年代的画，是蛮多，现在都有这些商品出来。这一球角度打得蛮漂亮的。好，两位的第一局来到最后的3颗球了。现在蛮多这个网络上有些影片会去讲解文艺复兴的画作的创作原因以及技巧，我觉得蛮好的，就是给我们这些外行人，然后去了解这些艺术的东西，这个人类文化的瑰宝哈。对啊，我真的是觉得不错，而且还会去讲述这些作画的历史。例如说，如果说这个图片，这个画作里面有一个 model， 这个 model 是有名的人还是没有名的人？例如说，我印象中，前阵子看到一个马背上的夫人，马背上，对。她是那个夫人，她就是全裸嘛，然后她就是躺在马背上，然后那个故事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她是就是这个夫人她希望国王减税，然后国王就说那有可怜啊，起码现在国家就在战争，我要怎么去减税？对，然后除非你脱光衣服，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走一圈，然后这样子我就可以减税。然后这个夫人就照做了，然后那一天所有城市里面的人民啊，就都不去看这个夫人，然后大家都是关起门窗，给他一个最大的尊重。是，所以这一个故事就被作为画作。没错，它也是后来非常有名的这个巧克力品牌Godiva 的这个典故，logo 的典故来自1898年这个作者 John Collier 的作品没错。我们家珍漂亮的冠带把9号球打进去了。我们在讨论文艺复兴的时候，没错，突然这一局就结束了。对，他可能需要这些中古时期的。可以伟大人物来帮他做加持。他这一球打得也很漂亮。没错。好，这样子由陈家珍率先拿下第一局哦。佑普这场比赛没有太多的发挥，我们看看第2局可不可以有多一点把握。两位选手准度都有，那做球稍微差了点。那不过没关系。进攻的能力还是1等1的，我们现场也看到很多家长，然后家长之间也互相交流。对啊，毕竟天下父母心嘛，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小朋友的栽培跟付出，我相信所有家长都一定是心有戚戚焉，所以有时候交流一下他们怎么平常带小朋友的一些作息也是蛮好的。周末这样因为一场比赛，全家人一起出来，然后在我们的妇幼馆这边度过一个很撞球的下午，其实也蛮好的。
没错，因为现在南台湾的下午真的太热了，大家先来吹吹冷气、打打球，等那个稍微傍晚一点、舒适一点，再去晃一晃、吃个晚餐，就是一个很开心的周末。没错。就是最近也是一些那种暑期兵的退伍潮，就是现在有一个当兵的机制，就是大学生你暑假的时候去当2个月，对，然后明年再当2个月，就是把4个月当完。然后现在暑期去，他们就超过多少度，他们就不用出操。然后我觉得这是蛮人性化的管理啊，不然以前只要31度就叫高温，现在36度，动不动就36度，真的是这个气候变迁没有办法非常明显。对，好，家珍的冲球，刚才进2颗，这一次有吗？没有。好，这是一个非常好上手的球型哦，有可能如果打得好的话，应该是有机会一次吃完9颗球。那我们来看一下右扑能不能把握这个好机会。没有问题，1号球都已经送到洞口了，这个再不接一下就不够意思了。对，然后2号打完之后，3号又在洞口，然后打进蛮漂亮的球型。打完4号，5号又在洞口，考验他的做球能力了。没错。哎呀，这个角度出手就有点偏了。我是觉得稍微有点随便哈，瞄了几下就准备出去。看佑普的年纪应该很轻啊，走到8强，也是不容易，不容易。对。好，这边换家珍。哎呦，他想要来走个捷径，有想法，没错，对，很有想法。我记得前阵子这个台南有那个画作展览，我觉得台湾现在渐渐的有一些艺术的展览更贴近民众，我觉得是一件好事。以前艺术总是高不可攀，感觉很有距离感。对对对，我觉得现在就是多办的展览，然后又有网络上这些影音教大家怎么认识这些画作，我觉得是更好的这个文化的传承啊。是。一方面，我也觉得是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我们台湾的老百姓大家的审美品味跟鉴赏能力也都在提升啦。早期可能会觉得说啊，去看那些名画好像离一般人太远了，对。可是现在大家会把它当成一个很好的寓教于乐的一个场所跟机会，没错，对。现在社会真的是越来越多元，然后这个思想也越来越进步，大家不会局限于自己只懂的东西，不懂的东西也愿意去看、去尝试，觉得非常的好。而且不只是中古世纪的像当代艺术家很多，大家也会去看他们的画作，例如说达利啊，或者是那个日本有个很有名的很多点点的那个对，那个叫什么？这个我突然忘记了，不好意思，各位观众朋友的可能本人的艺术细胞不是很好，记忆力也有点差。草间弥生哦，对，草间弥生，他那个点点的展览也是台湾举办过很多次。那我是不建议那个密集恐惧症人去啦，有些人看到会不太舒服。对，他有很多联名啊。如果像这种艺术家，如果出这种联名的撞球，应该很值得收藏哦。我也觉得应该会蛮，对不对？好收藏的。我个人一定先买一组。对啊。其实撞球它自己的艺术品大概就是在球杆上面。球杆上。对，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球杆，它因为它毕竟就是物理的性质，就是在那边。对。但它的价值体现于在哪里？它的艺术性、装饰性。对。那早期这个工艺价值，就是这些师傅们都来自于美国啊，所以其他国家就比较少。那现在呢，各国的这个球杆的制作师傅也越来越精进，然后
也做得越来越漂亮，获得的材质也越来越不一样，所以球杆现在价值是越来越贵。我们说，如果一个撞球爱好者，他已经过了这个，他体验过几次，然后他很喜欢这项运动，他想要真的更精进投入，他先要花一笔买杆费。教练这边统计下来，大概第一笔投入成本会是多少？如果他基础的装备的话，我建议的话，如果你想要投入的话，我觉得第一次买可以在1万块左右。1万块左右。对，因为我觉得一支球杆的好，1万块就能买到90%的性能了，是，剩下10%的性能，你可能要花5到10万或20万、30万，那个是追求更极致的东西。对，但是如果你只是要一个普通球杆，其实1万块就有90%的性质了。然后剩下的就是艺术价值，有些是像球杆它是细枝状，我们说细枝状，所以它的图腾也是以长条状作为基础哦，例如说尖角的三角形，或者是因为它是圆柱状嘛，所以它要不然就是在绕圈圈环绕状的上面做一些图腾上面的设计，对，然后比较少这种以柱体状成为平面上设计。什么叫柱体状成为平面的设计？就是你把这个圆柱状的表面摊开来，像一张 A4 这样子看成一个画作的设计品就比较少。那我印象中比较漂亮的这样子摊开来可以成为一幅画的，是我记得一个学生的作品，不是我的学生，就是一个不是非做球杆的人做的，他自己做了一支玫瑰。对，它摊开来就是一个带着刺的玫瑰，对，然后我就觉得不错，让你很有印象哈。我觉得因为它要设计的，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设计，而且他是完全不懂球杆，他就自己一个慢慢刻。对，如果有一天啊，我自己也想要做自己一个球杆，是。好，右仆这边有不错的 chance。没错，对，看一下他的母球回弹的角度怎么样，蛮理想的。这个机会来了。对，稍微远了点。好，那小心，好，不要太大力。哎呀，果然远了点哈，还是造成了一些压力。不然是呈现一线天的状况啊。没错，今天男生都对女生蛮好的，真的都很有 gentleman 绅士的风度啊。没错。好，那这样陈家珍也不客气了，都已经送到洞口了。好，轻松推进，这样子就拿下了第2局。没错。紧张了一下啊，没事，看一下白球的角度。啊，场边家长们也在观察其他台桌的进度，因为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是留一个最好最大的一桌来提供转播服务，不过要消化到64强的赛事，其实同时进行的比赛还很多啊，所以今天在这个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康乐室也是非常的热闹，很多的撞球好手们。没错，对，而且看到这个团进团出啊，大家会帮自己的同学加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是，就是为什么要团进团出，就是你不能说你自己输了你就不管，我觉得团进团出才有那个大家帮某一位选手加油的那个气氛会比较好一点点。包含我们刚在这个午餐休息前呢，上半段的比赛，其实有蛮多光华国小的小球员们，目前在场边是还有一位在这个镜头的尾巴，我只想说，光华有没有代表还有继续走下去？他现在在跟我们少年球王是正在厮杀搏斗，对，希望我们少年球王能不要痛下杀手。好，那我们留下一个19碰的机会了哈，可以尝试走走看捷径。这会不会是右仆反攻的号角呢？可能是。
来一剑封喉吗？我们来看看。好，小心下这改法母球。对，出的有点歪。对，没事，是个尝试啦。我觉得有机会就是 try。没错。对，尤其是比赛一开始，你还有很大的试错跟容错率。陈家珍，他今天的 dress code 是一身黑，你看他杆子黑，黑裤黑衣，他们蛮酷的一个女孩子。他们喜欢，他们现在蛮多年轻人都喜欢黑色，他们觉得很酷，很有百搭，很帅，对。但我这个年纪以后，我们是喜欢花俏一点，就五颜六色在搞里头。好，这边白球打进了，所以苏佑璞有一个自由球的机会。没错，我记得我以前很喜欢染头发，染很多颜色的头发。对，然后现在就比较没有看到年轻人染一些奇奇怪怪的颜色。我们年轻的时候路上很多颜色，现在比较没有，大家比较低调。啊，跟这个人格特质也是一样，现在的社恐症的人也是比较多。好，右普连续的攻势，3号的红球没有问题。其实撞球是一个蛮好社交的运动。对啊，然后高尔夫球也是，保龄球也是，这种就是对手，你跟对手两个人就是坐得很近的，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好社交的运动。像网球它就比较难，因为它就是你跟对手就是站对边，比较远。对，确实，尤其是早期台湾很多的撞球场域跟保龄球是包在一起的，所以那个年代，应该我跟教练年龄应该差不多。我们那年代就是打撞球玩一玩，还可以去打一下保龄球，对。只是说随着这个社会的进展开发，现在这两个东西都更往职业化发展了啦，就是比较偏俱乐部的形式了。普罗大众现在要玩到撞球跟保龄球也还是有，但是就不会像当年那么多了。对，哇，这边有一个青台的机会哦。我记得以前综艺节目还会邀请大明星上去那个保龄球馆，然后互相 PK。这边想用颗星灌一个中带哦。没错。对。啊，我知道有一个明星还开过保龄球馆。那个人是综艺大哥大张飞。张飞。对，我记得他还开过保龄球馆。对，他还有开过保龄球馆，好像在圆山那边吧。对，台北圆山。哇，讲到这个保龄球，你知道其实撞球产业啊也会拜一些神明。拜一些神明？对，那你知道撞球要拜谁啊？对，我还真不知道。会拜郑成功。拜郑成功，因为他是开台圣王。没有啊，这开玩笑。我当真了，是真的会拜吗？不会啦，只是说我们开个玩笑说，我这个撞球业要拜神明，要拜谁？好像也可以哦。拜开郑成功，他开台圣王。毕竟我们台湾是一个对宗教包容度非常高的地方哈，所以不管是佛教、道教，这个儒释道，各个满天神佛都有人在拜。没错。对。好，苏佑璞这边把握了机会，追回了一盘，现在把比数追成1-2。台湾的宗教多元性也很高这个可能还有增加一些这个外国人来台湾的现象，所以我们对宗教的包容度真的很高，没错。像我知道台铁或高铁，他们还有那个祈祷室，对，没错。那主要是为穆斯林服务，对。所以我觉得台湾真的是蛮多元的。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撞球类拜个神，好像也还蛮好的。没错。9号黄金冲球啊，9号球进，直接2-2。哇塞，这
电光火石，咻咻咻一下，赶进度哦。没错，这9号球完全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就往底袋朝奔而去了。这是我们今天转播第一个看到冲球即结束没错的这个一个局面。Golden Break， 哇，好补哦，这样就瞬间得到一局。对，这样子双方现在就是追回到平手的状态了。通常嘉诚只能无奈啊。通常三角框比较常出现这种情形，就9号球会直接进洞的情形。好了，看看佑普可不可以把握这个幸运之神现在的眷顾哦，把这股气势延续下去。不过他的排球稍微不是那么理想，旁边的这个赛事维护员跟他说，再还好一点。对，好，我们这次都是请一些会打球的选手来做这个赛事维护，确保这个公平性。对。那我们来看家珍拜什么神明？刚5号。哇，刚才那个冲球真的是郑成功，应该5波比哦。哇，1号球藏的蛮深的，看他怎么来解哦。其实道教是一个很有趣的宗教哦，就是或者是原住民的宗教，就是其他世界各地的宗教不太会去拜非人类的神明，像道教就会有石头公啊，对，或者是这个万年老树，那叫什么我也忘了，他们通常都会有树的这个拜这个树的神明，对，只有道教有，然后像原住民的话，他就是会拜这个山神。怎么了？对，他刚才对，我们只有拍摄没有收音，所以我们听不到老师现在在场边在进行什么样的沟通。好，那看来是顺利解决了，那没有问题。因为刚才家珍就是他就随便碰了一下的感觉。那他可能是要打一个 push， 他想再问有没有 push 这样子哈。对啊，他可能没有喊 push 就打出去了。所以这边就给了右扑一个自由球。没错，对，好，确实因为刚才那个1号球藏的位置，我看他瞄了2眼，他好像不太那个角度。好，他继续做，但是犯规没有颗星。这个两边礼尚往来一下，都有一些状况，小活宝，我觉得就是一个经验的学习啦。没错，紧张了。小选手有时候在一些规则上，还有一些规矩上，可能还没有那么熟悉，就比较随意。没错，好，那家珍决定，来走个捷径，对，来走个捷径。来，我们看一下他的 kiss 功力怎么样。我只能说这场比赛后半段大家都很赶进度哦，是要等下赶高铁回去吗？还是？哇，真的是一剑封喉。是啊，刚才右扑先是这个开球就直接打进9号球，然后这边家珍也是利用自由球的机会哦，直接打一个 kiss。哇，两位小选手，哇，速度有一套。好，那这样子我们就恭喜陈家珍。靠着刚才那个自由球 kiss 的发挥哦，拿下了通往4强的门票。那我们的这个主桌来进行场地的整理，下一场精彩的4强赛马上回来。
日式的家长，那就不贵，差不多。结果呢，简简单单讲，然后最后怎么这样？然后他一开始说，这个以前我那个图给他看，他说你头发多长就到这边，反正拘留嘛，就是先帮我修这个，然后剪出来变这样，然后他后面还帮我留长发变拉长。回去的时候越洗越贵，头发越洗前面就越短。很怪啊，时代啊，外面真的很怪啊，我知道很怪啊。这是什么？他还很会说，那个阿姨啊，看不见。他108000，然后小刘就说：“年轻人，哪里狼尾头？他说什么狼尾头？真的是吗？就好像颜色很好。”算了，再留2个月。只要直播场，他都很怕被敌对手有机会，所以他直播场他不可能放久，所以一定一颗慢慢打。他刚才真的生气我，以前有去剪过，差很多哎。不会，看我那个图，就是要这种型啊。不要剪啊，那给我推。因为他说旁边这边鬓角要帮我修，他根本完全没推啊，有几推啊，他有剪被你推。他前面也有。有啊，我就是要类似问有人他们那样，一起上啊。直接去跟他讲。
他老婆。你有拿饮料吗？有。业务买的吗？这个他如果看到他会买，其他我不晓得。也会啦，也会啦，也有啦，应该有吗？小王都拿铝箔包的。没有啊，小王他都给我拿包子，他妈嫌我事情不够多，就是你水煎包的是把包，然后。监长林明哲陈正佑，林明哲陈正佑，司法工作人。今天在周六，全台的这个撞球爱好者齐聚在台湾杯撞球锦标赛。我们看到现在的晋级态势呢，4强的2个名额已经率先出来了，分别是我们的少年球王庄智宇，以及我们刚才有转播到的这个女选手，靠着非常精湛的 kiss 球技术晋级的陈家珍。那另外的2个缺额呢，还要再看另外一场8强赛的状况。这李子玉跟刘秉成的晋级者，以及陈正佑，抱歉，他在等待他的这个对手的状况。所以呢，今天的4强目前是一男一女的状况。那另外的2个名额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那教练觉得刚才我们看到家珍那场比赛，是对怎么样？打的还是小小的紧张，小紧张，但他该打的东西他都知道要怎么打，就是发挥的怎么样了。对，那他最后一个 kiss 9号球相当精准，那我们也为他喝彩。好，现在在场边马上要进行的就会是另外一个4强赛的门票争夺战了。我觉得光华国小他们做的非常棒，是他们不只给选手穿这个衣服爸爸妈妈也会穿衣服，然后就是爸爸妈妈也是成为一个队员，对，然后爸爸妈妈不只可以在现场帮小朋友加油，然后也可以透过我们很多手机的平台去帮小朋友远端加油，有可能今天爸爸妈妈有工作不能来，然后老师带队，然后爸爸妈妈在家里或者工作场所帮小朋友加油。对，尤其这场赛事，我们有这个非常丰富的线上直播，包含高雄市撞球运动协会的 Facebook 脸书专页，以及 Hub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跟动资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都可以同步来直播收看，所以也邀请观众朋友来帮这些平台按赞或是订阅一下，可以来支持选手，然后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多多互动。好，马上林明哲跟陈正佑的比赛要展开，现在双方在进行这个谁来冲球的选择。好，那我们明哲是球还没跑完，他就觉得他自己应该是输了，他就直接把母球的用手拨掉了。好，那第一局由我们正右开球，两边在让分的情况是林明哲让1局所以陈正佑要拿3局，然后林明哲要拿4局。好的，那我们这个赛事维护员他们都不是裁判他们就是来协助这场赛事。那胸口这个标签呢，就是我们红白相间的标签呢，就是 KO 客家兄弟他们最主要的标签。
然后他们接下来要参加的赛事应该是越南，会有一场大赛，然后接下来就是 Everest 杯，是，然后接下来就是11、12月的话，就再看国际赛事会有哪些安排。那也希望他们接下来赛事能获得很好的成绩。对，高家兄弟三兄弟在台湾的壮坛哦，真的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案例。那他们这几年不管是成绩也好，然后他们个人的形象也好，在东南亚也是吸引了非常多的粉丝。没错，尤其是在这个我们的越南以及印尼这两个地方的粉丝非常的多。越南总共有 1.2 亿人口，然后印尼的话有2亿多人口那他们打球人口也非常非常多。像越南他们这个首都的很有名的一条街那500公尺开了13家撞球馆，每一家撞球馆都30一条街，对，都30几桌。哇，上次去看吓死了。尤其是现在这种自媒体无远弗届啊，所以每个领域都很容易出现所谓的这种 KOL， 对，就是这个领域的发言权的这种佼佼者。那我们的柯氏三兄弟人帅球技好，当然自然而然就是代表我们台湾在这个撞球界很重要的 KOL。没错啊，他们3个平台都有在做经营啊，有抖音啊。TikTok， 海外叫 TikTok， 然后再来是这个 YouTube， 然后还有 Facebook， 3个都有经营。那因为各国使用的平台文化不一样啊，所以他们3个都有经营。对，哇，1号球相当可惜啊动前而不入。那没办法，现在就是自媒体的人，你就是3个平台都要经营啊，你没有办法，因为现在这个平台都会帮你算这些流量，你其实很不知道它背后这个后台是怎么去帮你做运作的，所以你只能尽量的去让自己多曝光，才有这些露脸的机会。尤其是这个 Instagram 它算的方式又更不一样，它是你没有互动，它就几乎都不会出现在你的这个现实动态里，是，所以你那些网红啊，平常人家来追踪你，然后他跟你传讯息，你网红不回人家，哇，他这个网红可能就接下来就不会出现在人家的限动里，你的流量就会下降所以现在逼的有一些网红都一定要去跟粉丝们去做互动，大家都是为了演算法而服务啊，没错。好，现在2人都在争取2号球的进攻。没错，对，正佑是3局，所以他的组别应该是分在国中学生，然后明泽是4局，他应该是高中或大学这个层级的。好的，这个2号球好停在洞口，但这个3号、7号、9号都在墙壁边，然后颗星边上，但没有问题。7号是可以 kiss 打9号的，所以应该是不会带开。那我们就是稳稳的都把球打进。好，2做3，小心不要做到身材球好的，再来是低杆2颗星。来看一下他的颗星。力量，好，还行，打起来真的不错这个正佑也是我某一位学生的弟弟啦他奖金也是蛮常在领的，所以也是希望他他的零用钱都从这里来，都奖金链，爸爸妈妈都不太蛮好的，担心，自己零用钱自己赚没错，我们以前是帮人家写功课。他没有选择戴手套，他可能觉得戴手套太滑了，他没有办法
控制它的球杆。对，那喜欢这种原始的触感。没错，有些人就喜欢这种原始的触感。我记得这有点像有一个很有名的教育家，这个是卢梭，他有写了一个很有名的教育的著作，叫做《艾米尔》。艾米尔他就是在着重于你五官教育上，就是我们教小朋友不应该是教什么数学啊、物理这些知识类的，应该是教他用五感去体验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论点还蛮不错，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欧洲国家在小朋友的发展时期，他们不太会教太多知识型的东西，都是手去触碰、眼睛去看、耳朵去听这些东西。但我觉得这个著作影响了欧洲人蛮多的。然后台湾现在有在做这个教育的，都是在非体制的，不能说非体制，它也是体制内，它是比较不一样的教育。对，现在有比较多体系的这种教育，说什么森林小学啦，对，然后还有蒙特利梭啦，比较多不同的体系，让家长去做选择。对，我记得像这个有一对很有名的艺人夫妻吧，叫这个王仁甫跟季芹吧，他们就是把小孩子送到这样子的学校。是，小孩子好像到了这个小学，高中以前都还不会开根号。对。然后他们就是做很简单的数学加法，简单到不行的那样。然后这个王仁甫跟季芹他们在受访的时候就有说，他们很担心小孩子会不会将来没有竞争力。但这样学会了之后，高中送出国是程度上是衔接得上的。对。然后他们小孩子回来之后，他们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对，所以现在的这个教育是不是越来越多家长可以接受？这应该会变成一种主流，因为大家也不希望小孩子学习太多，然后有忧郁症啊，或者是心理上面的疾病。对，就是在教育的选择上，多点选择对家长跟小朋友来说总是好的。对，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可以有选择。我记得《天下》杂志也有在做一个专门报道，是他们好像采访过那个10年自学，这10年都在家里面自学的小孩的纪录片。对，然后那个10年之后再来看他们所做的职业啊，或者生涯，或者是人生观，是不是有所不一样？但结果我忘记了。但我觉得就是很多教育的方式，然后都是需要这些纪录片下来，然后来做论证。哇，这颗好球，准度相当不错，可惜大力的点年轻人总是用最大力看一下刚才的这个好，我们正优也是戴眼镜打球。对，7号球的近点非常漂亮。明哲也是。它还有一个耳环的一个造型。好，决定出动架杆。确实，那个太中心位置，人趴可能趴不太上去。没错。哇，不过这一球的角度也蛮大的。他应该会打一个蛮薄的球啊，8号球去贴这个下方颗星，母球2颗星回到上面做一个远距离。跑不动啊！谢谢。我们这坊间都会讲说 ，safe 没有做成 safe。真的，一念之差，可能结果就不一样哈。没错，看一下明哲。准度不错。对，看到他们现在比赛穿衣服，我就想到我们以前规定，不管你年纪多大多小，你就是一定要穿这个衬衫，然后加背心。衬衫加背心，就以前对，以前就很有那种打撞球的那种感觉，就是仪式感很重。漂亮，好球，好球！明哲最后这2球很精彩。
以前就是穿衬衫、背心，然后西装裤、皮鞋，不管年纪多大多小，就是你就是要这样穿，对啊，现在比较自由一点，是对，但我还蛮憧憬那样子，我觉得那样子叫做尊重比赛，对啊，那有些人会觉得这就是威权体制，对，就看对。包含现在其实还是有一些运动，就是当然没有像以前要求那么多，可是就会至少还是要求要有一个有领、带领的衣物这样子，对。那当然现在大家就比较，尤其是地方型的杯赛就比较 OK，你不要太夸张，不要穿拖鞋，对，就让选手们尽量都是在一个舒适的状态就好。好，明哲刚才靠着这个最后8、9号球的精彩发挥哦，他现在率先拿下了第1局，然后有冲球的机会。来看一下他的冲球，他戴的这个手套看起来应该是皮质的，就是耐磨的地方需要皮质，然后其他地方还是尼龙，只要透气性。是，对，我们手套比较有皮质的地方，应该就是这个大拇指下面这块厚肉的地方。现在手套的品牌也相当的多了，然后颜色也是做的5颜6色、花里胡哨的，这样很好啊。对，但都现在强到耐用了啦。就以前可能商人想要多赚几笔，其实做的品质都不是很好。基本上手套，以你们常在打这损耗的更换频繁度大概是多久？看个人使用习惯呢，因为有些人手放下去之后，他还会再出那个伸缩一下，所以那个架的地方就很容易磨掉。起毛球这样。对啊，那如果你都是从上往下放下去，那就很耐用了。对，那耐用的话，大概1年都没有问题啊。不耐用，大概2个月、1个半月就去了。所以撞球其实消耗最大的还是皮头。皮头对，但现在皮头做得好的也是有那种2、3个月才换的。对啊。消耗最多皮头、手套、巧克，这些都是消耗品。对，但可是随着这个教练说的，其实器材的进步跟进化，也是让这个耐用度在提升。是啊，所以其实不算场地费，你装备买好，然后你都爱惜使用，其实开销也还 OK 哈。是啊，其实撞球最大的开销就是球台费。那装备我是觉得还行，还好。那最近我也有收到一个学生，我们中正大学有收到一个学生，他是从羽球转来撞球的。哦，这个话蛮多的哦。对，那我就问他说啊，你怎么会羽球想要来撞球？他说因为羽球现在一头撞得很贵，然后从400涨到600，我怎么打不起？打不起。对啊，现在羽毛球很贵啊，确实。有些时候羽毛球你那个挥拍的角度不对，直接砸在羽毛上，你那一颗就直接去了。是啊，对啊。现在从事运动要便宜的只剩下跑步了。没有，我跑步对跑鞋的消耗也很快哦。看每个人的那个就是踩踏的习惯。现在最赚的应该是马拉松。对啊，半马。这几年路跑风气很好，对啊，而且是边跑边吃啊，对，现在都田中马是这个美食出名的，对啊，现在哇，跑一场马拉松有鸡腿吃，有蚵仔煎可以吃，那边跑边吃，没错。现在就是各项运动啦，不只是马拉松，我觉得各项运动都希望把杯赛跟赛事办得更有特色，然后形成不只是一种体育赛事，而是变成一种文化活动。对，而且它会让这个东西竞技的还是可以竞技，对，但你想要来娱乐的人不会让你觉得无聊，更多的面向。你要来奖金猎人，你也可以认真跑；你要来志在参与的休闲玩家，你也可以玩得很开心。没错，现在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我们嘉义有办过一场这个马拉松，然后就会看到哇，这个吃的，你报名费好像才1000多块吧，哇，你拿的东西大概有快3000吧，就是因为要怎么讲会有很多观光客来，对，那就会有很多商家想要做打广告，所以他送的东西就会比你报名费还要多。
郑佑的架杆再一次发挥，这一次有了。就是前一次他的架杆没有发挥好，给了林明哲机会哈。没错，对。这次肖的位置就蛮理想的。其实台湾早期马拉松办的没有这么盛大，我记得应该是马英九总统带起这个风潮，然后后面才又有人办。我觉得这都是一些领袖人物有去做这些东西，不管你支不支持这个政党人物啦，但是他的一些作为还是可以引起一些产业上面的改变。确实，马前总统是这几年我们的领导者里面给人印象就是对于自己去从事运动这一块比较有鲜明印象的，包含他会去慢跑啊，去游这个日月潭啊，都会给人留下印象的深刻。没错，对。那蔡英文总统就相对比较文静一点，他就是比较多出席一些艺文的场合这样子。对，或者是宠物。对，现在对宠物这一块，我们绿色政党它比较偏向宠物这一块。对，包含我们的正副总统赖清德先生跟萧美琴女士，他们在之前竞选就是主打这个猫狗派嘛，他们一人猫一人狗这样子。对。是政治人物都要去塑造这些形象啊，参与做话题，拉拢这个群众之间的这个忠诚度，他就是要创造一些话题，然后你要设定这些话题，第一个你就是不能有很明显的喜恶啊，对啊，这都是竞选团队非常精细背后的推敲了。没错。好，这样子比赛现在两位选手是各拿一局。好，我们看到其实场边的家长蛮有趣的啦哈，他就明明就坐在旁边，但他还是手机会看着直播。对，没错。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转播的方式很多啦，然后有时候看现场之外，他也想听点声音啊，对不对？听我们林老师的精彩讲评，所以他会把手机开着，一方面眼睛看，耳朵也听，多重的享受。没错，对。好，这家珍他在看他刚刚比赛的状况，他也从我们 Hasbro 的这个平台。YouTube 平台上面去看看他刚刚比赛的状况。对。那现在这些网络串流平台最好的就是他可以看重播，马上看到重播。没错。像之前我转播过蛮多赛事，然后跟赛评聊到，他们都会说，因为或许一些比较相对在台湾冷门的运动，过往很少有被转播的机会。对，那教练要做这种资料的留带啦，要做一些检讨啊，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那跟 HotSports 这边配合之后呢，那就可以有一个记录，然后他们就可以很快的回去做检讨，甚至是作为教材使用。他觉得这个作为记录跟教材方面他觉得这个价值很大。没错，对。我有听过这个外国选手是这样子说的哈，他就说他们冷门运动其实能交流的人很少，那自从有网络之后，他就算是在他们这个地区很热门，但是在世界上流通的人很少，所以可以借由这些影像啊，大家可以在上面留言，然后就可以增加互动，知识上面的传递或者是交换意见，都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这些愿意支持这种小众运动的转播平台，给这个全世界所有人一起来交换意见的聚集地，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啊。李明哲刚才连续进球看一下还有3号的红球也打进。刚才，而且他在攻2号的时候也顺便把4号也打进了，所以他现在可以直接跳5号。哇，这个肖的右侧蛮漂亮的。可惜力量稍微大了点。好，那5号球现在做到这个位置，感觉到他应该没有那么前面，因为前面被7号给挡住了。好来打防守，结果6球。没有打到一个合法击球反规了，
给正佑一个自由球上手的机会。有时候场上会忽然因为对手的失误，然后原本你已经在这个桌台下想说，我等一下可能回自由球来了，然后就把所有之前的想法都推翻，靠这个临场来进行更好。来看一下局球这边他要怎么打。好，他应该是会选择一个低杆左塞，或者是 N 字形2颗星都可以哈。那他摆这边的话，那应该就是走 N 字形哈，从这个球台右边跑到球台左边再弹起来，待会从8、9中间再弹起来。哇，这个只顾做球不顾进球，好，留下一个 chance 给对手。再来是一个反脚的潜水艇啊，我们通常讲反脚就是潜水艇。其实台湾有很多运动都玩得不错啦，那只是说没有被大众一直所认识。像台湾很有名的应该就是巧固球吧？对，我们的巧固球一直都是世界冠军。对。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教练很有名，然后他跟我讲说，他有去那种很穷的地方去教巧固球，然后巧固球需要的器材，他是拿那个渔网。拿渔网当得分的，对，那个他们不是有一个反弹网嘛？对，他说去跟渔民拿那个渔网，然后架子是从船上拆下来的那个框架，然后去教一个海边的小学这样子，哇，也是很刻苦，但是还是教出一个很好的成绩单啊。我们说这个南美的足球王国巴西小朋友也是从小如果贫民窟出生的。都没有鞋子啊，也是在路边就直接这样踢了。是的，对，所以或许这个物质资源很匮乏，但是不影响他们喜欢跟从事一项运动。没错，人家不是坊间一句话吗？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但是都事后论，他一定是成为强者，大家才去检视他的成长过程，也是有那种很好的环境变成强者嘛，只是这样缺少了。这个故事性渲染力，对。好，8号球，黑球也顺顺打进，这样子，陈正又来到拿下第2局的机会了。这球打进，他就可以听牌了。没有问题。好球，来到母球定的也很稳，这样子第2局由陈正佑拿下。台湾其实有很多很特殊的小众运动，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台北搭捷运，我就背着撞球杆，然后旁边的人呢，就是也背着一个东西，那我实在看不出来他背的是什么，但他就一身 sport 装，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你们背的这是什么？这是那个冲浪板。冲浪板。我说所以你们是要去哪里嘛？他们说他们是一个冲浪协会的比赛，他们就是有一个机器是人工制浪的。人工制浪的。对，然后他站在那个滑水板上面是维持站立，感受人工浪这样。对，然后维持站立，看可以多久这样子。然后他们也是一小票的玩家。对，然后他们就自己筹办协会啊什么的，从零到有这样子。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台湾就是越来越多这种小众运动，没错，引进来台湾是越来越特别。因为随着这种自媒体的发展，早期大家获取很多运动的管道有限但现在网络无国界，所以从哪里冒出一种新形态的运动，很快就会，你只要对这个有兴趣你成立一个什么，比如说脸书或是 LINE 的群组，你很快就可以找到这种同好者。对，同好，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来进行，都是从这种社区小规模慢慢发展起来的。没错，台湾第一个破1000万订阅的 YouTube 也是一个类似运动型的这个玩家，他是把武术跟这个跑酷一起结合，然后
他很多的订阅者都是来自于国外，所以当初在报道的时候，其实台湾人很多人都不认识他，没错，对。那他其实在国际上非常有名，他也靠了很多很好的画面啊，或者是很好的动作，然后得到很多很忠实的粉丝。没错，他的频道叫做齐轩 Tracking 哦，他是一位武术特技玩家。那他也很聪明啦，因为他知道这样的题材在台湾可能比较难引起共鸣，所以他就是专门拍不讲话，然后是用这种时下很吸引人的镜头语言哦。所以它的受众就是无国界，因为你不需要是这个中文华语的使用者，你也可以看得懂他在干什么。没错，对，所以确实就成为了我们台湾第一位破1000万订阅的 YouTuber， 对，很厉害。他非常厉害，而且他还培育很多小朋友去投入他这项运动。对，然后也支持他们，教他们怎么拍 YouTube。是，然后第一个有很多其实是这个弱势家庭，在他的帮助下，他的经济来源也获得改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懂得分享以及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 YouTuber。我们也希望在撞球界哦，除了几个熟面孔，比如说客家三兄弟，还有几位比较资深的前辈老师之外，也能看到越来越多这种新生代，然后以不管是专业的角度也好，风趣的角度也好，各个角度，然后来做更多这种撞球的内容哦，我相信也会非常有趣。没错，其实一直蛮期待，就是我们讲现在有很多自媒体，就是直接找一个人，直接在当场景人，然后拍你的幕后，你不一定要拍跟你所从事的职业有关，生活琐碎小事，或者是讲一个烂笑话，它都可以成为一个影片。但我觉得这样子更会吸引人，是因为大家觉得这才是生活嘛。你不是生活，不可能完完全全都是撞球，或者是完完全全都是武术，然后会更希望说，你可以去 follow 你的生活。哦，我记得这个有一个房仲业者，就是血汗钱是换你良心货，是，对，他也是日常生活嘛，对。哇，他可把民生社区给带红了。对，好，这边想攻一个远的底带，角度不是理想，然后一样把球坐在了洞口前。没错那我觉得像这个 YouTube 为什么会成功，是我觉得应该是跟吴宗宪讲的一句话有关，就是你要一个红的节目，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 slogan 或者是 opening。那这个房仲业者他的 YouTube 他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 slogan，然后让人家就有印象。所以自媒体要一个长长久久的做的可以长久或者红的话，就是这个 slogan 确实不能少。你不能说就只是你的一个频道名称秀出来而已，你要还有一个 slogan。也想问问看观众朋友，我们今年这场杯赛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我们的 slogan 是瞄准9号球，精准出杆哦。那如果您觉得有这个更合适、更有创意的 slogan 呢，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或许下一届主办单位就可以参考您的创意。没错。好，来看陈正佑，现在球路全部都集中在桌台的下半段。其实以前我们老师都会教我们，哎呀，这个就有点处理的不够到位。我们老师会问我们说，你们觉得4+4的这种 slogan， 就是4个字加4个字的 slogan 比较好，还是3个字加3个字的 slogan 比较好？然后我们就会觉得3个字加3个字的会比较好。老师问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因为4个字跟4个字很像成语。那他就会觉得说他需要有点专业性的东西去做 slogan 会比较好。例如说某些电脑品牌，他可能会好，我们就不能打广告嘛，对不对？叉品质，叉这样。对，所以4个字我觉得会比较像专业的东西。例如说它高科技或者是3C 产品，对，它会比较适合4个字。
然后3个字我就觉得它比较像生活化的东西，对，然后在这个 slogan 的结构上可能会这样子比较好一点。哦，这边要做一个颗星的解法，好球，漂亮，力量，力量。其实台湾早期很多广告的 slogan 我会摸不着边际，就是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导演叫那个王家卫，对，他拍很多用光影或那个慢动作镜头去拍的，是，然后那时候就称之为后现代嘛，然后台湾曾经有一个吃的东西，他也很喜欢拍这后现代，叫斯迪麦。对，然后他就是用了很多后现代的拍摄语言，是，然后就会让人家摸不着头绪。看起来厉害就好。对，看起来厉害就好。王家卫导演近几年拍的这个电视剧《繁花》也是非常的红，厉害。对，把这个夜上海的繁华时期又再一次带回到大众的视野。哎呀，明哲，一个远距离的失误，卡在洞门前不过双方都有一些失误跟瑕疵的状况产生。他今天穿灰色，可惜这个灰色没有办法处理好。没高不啊。哎。这个白酒还好，我以为你被角度给骗了。对，我被这个摄影师骗我。好，现在剩下7、8、9。哇，轻推，好球！对，这个球做得很理想，拿下他的胜利之局啦。越是这时候越要沉住气因为江教练说了3球评判的这个标准，好吧，检验的时刻到了。有些选手在成长期他会明明就已经做到了，但是他不敢打进去，就是不敢赢。对，这不敢赢的心态就是我也不太懂。像很多选手跟我讲说我不敢打进去，什么叫不敢打进去？OK， 好球，力量也很好，是哇，理想，没错，又来领他的零用钱了，真的。这个正右选手他姐姐在我们学校也是打得不错，只是来练球的路途遥远啊。好，那我们正右要拿下他的胜利之局，缓一下好，想清楚，经验，老经验好，感觉一不对就是起来，对，不要瞎打硬打，经验非常老道。好球， OK， 好，那么这样陈正佑跟林明哲的这一场8强赛呢，获得晋级4强的门票就是陈正佑，这样他就可以得以加入到庄智宇还有我们前面转播到陈家珍的4强行列。当然这个奖金也是先锁定了就看最后可以拿多少，零用钱先赚到手。好，那我们的这个主桌要先进行一下场地整理，那稍后回来呢又越来越紧张了，会是来进行这个4强赛的部分。那观众朋友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随着这个比赛场地越来越少，现在大家的焦点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这个有转播架设的主桌。
好，马上进行的是一场男女之争，少年球王庄智宇来对上陈家珍。庄智宇让1局，所以陈家珍这边要率先拿下3局就能获胜，庄智宇要拿下4局。这2位选手也是等了一段时间哈，对，等一下刚刚签表的左边哈，然后我们家珍跟智宇也是老对手了哈，这2个都是高雄人，哦，所以是一场高雄内战哦。嗯，不管谁获胜，高雄都是赢家。没错。好，家珍是换了一个手套，还是他刚也是戴、这个？没有，都是戴、都是戴这个。这个是，是可以讲，好，没关系，这撞球行业可以讲。好，这个品牌应该是 Mori， 是一个皮头的制造者，然后他有出一个自己品牌的手套，这颜色就是他们独有的啦。OK， 我们就说 Tiffany 绿，所以一看到就知道是他们家的。对对对对，他们只有出这个颜色。然后，好，那我们比赛呢，现在转播桌呢是由庄智宇以及陈家珍带来赛事。那我们另外4强的选手是李子玉以及陈振佑在另外这个副桌比赛。陈振佑就是刚才前一场拿下胜利的，那他另外半边的对手后来晋级的是李子玉，所以今年这个第一天8月31号的赛程就是最后4强，李子玉、陈振佑、庄智宇跟陈家珍4个人抢最后的2张门票。对，先给这4位选手一个鼓励哈，对，他们已经能拿到能走到这个阶段都是狠角色了。没错，也奖金已经放在口袋了，对，多或少，对，多或少而已，大包小包，没错。好，那我们来进行比球。好，应该是相当接近了哈，球速感觉差不多。通常在执行这个比球的有什么诀窍吗？你要看上一轮的选手打出去的球速，然后调配一下自己力量的使用。所以选手们都会还没轮到自己之前，还是会去观察别的选手打的样子，知道这个球台的状况以及球的状况，就是潮湿、干燥、会弹不会弹、会跑不会跑、会吃轮不吃轮，很多状况。都可以从上一场的选手中打的状况去了解，然后自己再做改变。而且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喜欢冲球先手吧？是的。还是你有认识特别爱我就是喜欢打后手的选手？我自己就是，因为我懒得排球。原来有这层考量。那如果他真的很厉害，我输了我也没差，但是我就是会觉得说，我有点小懒。还是你喜欢看人家我先让你跑一段的那种感觉？没有啊，如果打到真的很高手，当然还是自己冲啊。那如果说这个对手不会让我感觉到有压力，我当然就是让他先冲，没有关系。好，哎呀，这个老天爷不是站在他这边哦。说实在，他上一场比赛的运气也不是很好啦，但是还是靠着拱九这个晋级了。对，那感觉这个运气还没有翻转过来。那希望在这个短局数之间，老天爷可以给他一些眷顾，然后。没关系，我们运气不够，实力来凑。没错，对，而且相信能走到4强的，那绝对都是强运跟实力并肩的这个选手。没错，对，只是说，毕竟你的对面是这个正在 on fire 的这个少年球王，所以也不用想太多，就顺其自然就好。没错，我们可以看到。至于他今天的出场，左手有佩戴一个腕表。我个人是如果在打撞球，我是不喜欢左手有
更多干涉了。是的当然这是看人。那教练，你会喜欢？我你也也不太喜喜欢欢有束缚，我是就喜欢空空荡荡。刚刚的，还是他在学那个孙悟空那个脚上绑那个沙包，然后等真正要比赛的时候就脱掉，然后就可以解放的感觉。有可能。对啊，因为我想说，你戴腕表多少会影响到你手腕弯曲幅度的一些灵活度。但还好因为他本身是架杆手，觉得嗯所以他手腕还行。那如果是右手的话，我是觉得就不要了，那太卡卡的哈。嗯哼，哇，不过他打着打着也把台清到只剩3颗了呢。是的，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因为他应该是吃得完。哎呦，摇一摇，这个角度稍微小了点，要跑颗星了哈。好8号球的位置做完就很重要了。对，好，我们看一下因为9号球本身就不是在一个太好处理的位置，不过这个弹的还蛮好的耶。没错，应该是做到一个直球，所以他就直接看他的这个拉杆，咻咻叫，对，隔着荧幕都就差没冒烟了。没错，我都看到里哪吒的车轮了。哇，非常强势的实力啊！没错，有在秀杆法。对，好，这样子就由志宇先首开纪录拿下了第1局。好，这画面上就是家珍的妈妈。妈妈也是坐在场边陪伴一整天呢。对，家珍这一局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贡献了1号球而已，对，后面就全部都是志宇的局了。对，没办法，解到之后母球实在是太伤了。好，再来他自排自冲，看一下第2局他的冲球。好，这个9号球，哇，9号球连续2局都有想要往洞口的趋势哦。今天我们唯一一位选手上演9号球直接进的，就是我们的小弟弟苏佑福哦，非常强势，直接冲球就是把9号给冲进了。没错。其实撞球很难，要怎么讲？它其实进攻还是为主啊。对，就是其他运动还是有那种以守为攻。要怎么讲？就是先以防守为主，然后再转换进攻。对，那其实撞球里面其实很少有这个策略。对啊，那它也是比较难去执行这个防守策略为进攻，除非运气很好，才有机会。不然以防守转成进攻，你也只能进攻1回，你不能整场都打这样的策略，要不然就很容易死。这1-2局可以这样打，2-3局没有办法。哇，可惜力量还是差了点。可以看母球先往上窜了之后，再往下移动，在中带这边的位置哦，要打蓝色的2号，又解球，然后又是要解到母球啊！这一次没有了。我想说2号球有跟他有仇，每次解每次要过不了的期待坎，是不是？哇，这一次停在前面。好，我们来看一下志宇的解球。来，应该是打短边的颗星，没错。画面下方。还我一个公道。对，刚才往那个位置移动，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妙。没错。OK， 这盘球不好处理。老天也是公平的，那么家珍就要把握机会喽。刚才让了一个自由球，现在
要把握住。没错，这一组比较困难的就是左下角啦，这一坨对啊， 4、5、都卡7在那边，对，很讨厌。那我们要处理的方法可能就是打进2号，打进3号之后打4号进7号，待会应该会打一个组合球，摸4号之后母球去再碰7号球，可以让7号球进。那如果有完成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家珍有没有办法想到这条进攻的选择。好，他连走过去看都没看，应该是先打到这里再说。哦，我们在处理这种比较复杂的球的时候，我们都会走到我们预想下一个位置啊，因为有时候角度差一点就差很多。你看，哎呀，可惜哦，撞球还是有很多细节要做的。庄志宇刚刚在下面短暂的思考，应该有在观察这一坨，这坨先给对手处理，可以怎么做？对。好，你看，他就很舒服啊，对啊。去哪儿？还好，还好。嗯。6号的挥球，中带，对他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没错。其实庄志宇也是接受很多高雄前辈的教学啦，才可以走到今天这一步。那我普遍会觉得说，这个南部的选手出杆比较扎实，我觉得跟老一辈的出杆的方式有所不同。薄削漂亮，这样就连一拉一，2局进账，距离他拿下冠军战的门票达成进度50%。我们高雄也出了很多球王啊，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现任撞球协会的这个理事长赵丰邦，他本身就是高雄左营人，然后这个还有他的徒弟杨清顺，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第一个美国球王传胜，就是在美国公开赛拿下冠军的郑宇轩也是高雄人。所以这个高雄啊，孕育出很多很好的人才，是以及选手，真的是一块福地。地灵人杰，没错。就想问问看，他们平常吃什么？我也要吃。帕卡赫吧。哇，这一次的冲球啊，进了2颗。把4号的粉球跟6号的灰球给提前结束掉。没错，我记得我小时候来高雄，好像都是来吃海产居多。海产，你去旗津吗？对，旗津就是那个数字嘛，就只有那个数字跟那个数字会吃，其他的好像不会吃。那瑞丰夜市应该也常去吧？瑞丰，我小时候好像还没有瑞丰吧，只有6合。对，不过教练今天在这个住的地方离比赛场地也不远，在凤山，凤山可以去青年夜市。青年夜市，对，在青年路上吗？在这附近。果然是左营人。对，就可以。青年夜市，青年夜市也是凤山这边当地蛮有名的。凤山，凤山车站刚落成嘛，我记得这个新的车站刚启用，它好像就是上面要做一个购物中心，然后但是它附近竞争非常的大，它好像附近还有很多 outlet，跟百货公司啊，所以凤山好像也有这个生活圈机能要加强的
不是叫他加强，而是说他现在变得越来越强的感觉对，哈。凤山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在高雄来说自成一派的一个地方，这边的消费啊，跟这边的状况，虽然就是距离高雄的市中心稍微有一点距离哦，但是他们这边真的自己自足，什么都有。而且凤山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它的店面基本上你很少看到它在出租，它永远都有人承租。对对，很特别。凤山还有一个很有名，你刚刚说自成一派，我就想到我有一个朋友问他说哪里人，他说我是五甲人。我说高雄哪里有这个地方？哦，五甲就在凤山。他不会说他是凤山人，他说五甲人，果然构成自成一派。他比较具体啦，他讲的比较具体。这就很像那个桃园的中立，他会说我是中立人，我不会讲说我是桃园人。有些地方都会有自己的骄傲文化，是。现在场上的2位选手也都是来自高雄哈，没错。所以非常熟悉的环境，在家乡出赛，对他们来说，应该也是再适合不过的方式了。没错，熟悉的空气。哇，庄智宇又开始他的青台表演啦，剩下最后的3颗。刚才的这个局球5号球的击球点很好，没错。人家说熟悉的家乡就是那个味道哈，你一出车站你就闻得出来，这就是家乡的味道。然后我就会想到我小时候有请这个，我有朋友去这个夏威夷，我就夏威夷真的有卖夏威夷的空气罐头，空气罐啊，他就买回来，我就闻啊，有闻出所以然吗？我就闻完都说是不是不够，再来一段，是有点不一样啦，就是海的味道是有点重一点，对，但是我就觉得真的，他还没买回来之前，我就想说应该就是一样，也没什么特别的。但其实可能那个地方有什么植物啊，或者怎么样，都还是会些许的不一样。下次你有机会也可以去台中试试看卢秀燕市长狂推的古关空气，看看有没有比较清新一点。同样是这个道理哈。好，那志宇这边也快速拿下了第3局了，基本上这场比赛真的是给加增发挥的机会不多没错。你只要1-2个球没有打好，或者是甚至是白球进袋给了对方自由球，就会付出蛮惨痛的代价。哦，好，那家珍这一颗球呢，他应该是会想要做个防守啦。对，因为4号球很顽皮啊，没有跑到了母球这边，是影响了这个出球点。看一下，应该是不会太大，所以他应该是先做防守再进攻。哇，他直接进攻，对，直接进攻，这2号就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位置啊，母球会被娃娃。浅了一点，没错。其实凤山是一个很，在我印象中，我小时候都听到凤山，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步校，对，空不对，它是陆军官校跟步兵学校都在这里。然后我就会想说，哇，这个根本就是军事重地，就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凤山会是什么样子。是，今天晚上你收工之后可以好好去认识一下。不用，我第一个大学的就是读军校，我在凤山受训。是那肯定很了解了。犯规。他打了一个连击，俗称尼古。看一下，
对，连击的哦。自己也知道，赶快把它没错停下来，因为他知道我在看，他不得不承认。啊，有些选手犯规，只要没有人发现，他其实是不会没办法，主动承认今天这个情况，这么多台摄影机对着你拍，这没有办法躲掉。没有哦，有时候国外选手他也是哦，他犯规他就不承认。真的哈，你没讲我就当没这回事。对，裁判没抓到都没事。这也是一种经验啊。4号的粉色，哇，轻轻削到一点。其实撞球这个担任裁判的时候，通常会有问题哈，就是在这个击球的瞬间，他都因为他第一个他比较是结果论，所以你平常有时候有没有犯规，他都很显而易见。只有在击球的瞬间，他是否符合打击的时候，才会需要特别裁判，不然其他时候不太需要裁判，因为它就是结果论。所以你会看到坊间很多比赛，为什么撞球是不需要裁判的，就是因为它都是结果论。然后像其他比赛，它可能就要裁判。但撞球如果需要裁判的时候，就是非常大场面了，非常大场面，非常难处理的时候。哎呀，不能再跑了。这样跟7号球贴的蛮近的。对，但还好，还有一个可以打击的路线。其实最近运动界不是在讲说，现在摄影机已经非常的这个足够了，然后也非常精确了。为什么很多裁判的工作还是由人去担任，而不转为全部由机器去做判别？现在运动赛事也一直在争论这个东西。是，对，然后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明明就已经有机器要去做辅助判决了，那你为什么不整场比赛都使用？他们有在尝试，但因为毕竟有些百年运动哦，他们就认为说判决也是比赛的一部分，你把它完全拿掉了，好像就少了点人味的感觉。对，没错。这也是这一派最强而有力的说法。没错，就是机器没有办法取代人能失误的东西。我就想说，失误也可以拿来成为借口。好，最后还是由庄智宇把这个第4局给清完，这样他就以4-0，哇，很强势的一个领先哦，击败了陈家珍，同样是高雄的老乡，然后继续带领高雄的骄傲往冠军战来移动。
43%很高。
好，113年度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8月31号周六最后的紧张时刻，我们最后的冠军之争也出炉了。由陈正佑选手跟庄智宇选手，他们是一路这个过关斩将，然后沿路这样子晋级，包含这两位前面的比赛我们也都转播到。然后最后呢，陈正佑是击败了李子玉，然后庄智宇是击败了家珍。得以获得在冠军战来会师哦，两边都是把这个奖金先保留住了，只是最后呢，谁能拿6000，谁能拿3000的这个差别。来，我们请这个全副教练来跟我们分享，你怎么看这场冠军之争？这高雄内战啊，两位选手都是相当的优秀，然后一位是这个亚洲锦标赛的冠军，青少年冠军，一位是这个初出茅庐但完全技术跟心态都健全的陈正佑啊，正佑也是我们一些学生比赛的奖金猎人啊，奖金猎人哦。对，然后两位在这个局数上，我觉得让的确实是有压力就是多让一局，但我们就看智宇有没有失误，正佑有没有正常发挥，然后就可以看出这两位选手能不能。看谁可以更稳定的发挥啦，然后获得这个冠军的头衔。是，今天我们从早上的9点半了，这样从混合组的64强一路32，一路1684，然后相信能走到这个阶段的，都是今天是运气跟实力都兼备。那智宇要拿下4局，正佑要拿下3局，对，然后双方现在。好，要来进行这个看谁先冲球的一个选择。好的，非常的接近，由我们刚比完赛的正佑选手，他手感可能还比较温一点。对这次在我们左手边是庄智宇选手，他是要拿下4局才可以获得这个冠军的宝座。对，然后在我们画面右边的是陈正佑选手，然后他要拿下3局才可以获得这个冠军的奖金。好，那现场的家长还是很多的哈，大家希望说待会颁奖的时候都在现场，那也请待会这些家长们呢，我们在颁奖典礼的时候都能给这些选手热烈的掌声。连续2天在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的 B1 康乐室举办的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我们今天的31号周六会进行的是混合组，那明天9月1号周日呢，强度更强，因为会有公开组的选手来出赛了，所以明天也会继续跟我们的赛评林全福先生林教练，我们来请教更多明天的门道。好的，明天的选手应该是有些今天没有来的选手，明天应该就会到了。对，然后这个冠军争夺战应该就会更激烈，是因为公开组嘛，所以整个选手的层级会再更高一些。好的，工作人员排完球之后，来率先进行冲球的陈正佑。哎呀，直接先送一个。好，冲球母球进袋。好，我们看一下智宇怎么发挥。好，这个机会哈。两位选手刚刚可能坐错位置了，已经换回来了。那我们正佑选手一样是坐在我们画面的左边，然后那智宇已经换到右边了。好，自由球起手，应该是一个点点的小拉。好，做直一点哈。好，那这可以打推杆哈，母球做这个3号球底袋或中袋都可以。好，他要拉杆，他跑出去，哇，没有，他要打一个低杆。那这个
我是建议打推杆呐，然后他打一个低杆，我是觉得不太好哈，他自己头也是烧一烧哈。这样3号角以这个角度来看不好处理。以他的准度是还行，但是就是不舒服。我们就以讲说成功率嘛，如果他做好一点，他能做到下一颗更好的位置就是90%，那他现在就是可能只剩下80%这样子。OK， 一点点啊，容错率的问题没有问题，舒不舒服而已，自不自然。好，连续清掉3颗，现在往4号球来持续进攻，也没有问题。哇，落点很舒服啊！没错，对，直接就在中泰的距离。老江湖了。5号球也进来了，这样子一瞬间就只剩下4颗了。没错。角度做的有点小，可能要打一点钝杆的效果，还是打大拉杆？我们从画面这样看起来，大拉。其实可以再拉多一点，然后拉多一点都不怕说会过头。反正8号在洞口，你应该要让7号球越好打越好。所以这个拉的略显少蛮多的。现在7号、8号都在比较远边，现在8、9刚好一个天一个地啊，所以看一下他等下怎么做。OK， 这样正佑的冲球，因为一个冲球的母带失误，现在庄智宇有这个清台的机会啊。没错，完成率已经来到90%了。看最后一颗，没有问题 ，No problem。好，这样子第一局就是由庄智宇完成了清台的演出。率先以1-0首开纪录。少年球王这个前2天在亚锦赛的火烫状态还是维持住吼，没错，持续的 on fire。等一下赛后不要去跟他握手，会被烫到。看每一球的处理都到位，然后包含今天我们这样一路看他的转播，虽然中间也是有一些小失误跟小瑕疵，但是随着比赛的晋级，那个明显有减少。没错，他有在控制自己的失误状况。好，这边轮到他来进行冲球。看一下，好，没有球进啊，加针的机会来了。中间冲球真的是没有说进球率很高。那选手们在这个冲球要进球的话就比较困难，那容易留给对手一个机会。对，刚才郑佑冲完球就一路坐冷板凳，现在好好把握第2局的机会哦。他可能选择一个强攻，应该会选择灌中然后母球拉杆。好球，对，跟教练预测的一样。好，那这个可能会有点小小的身材啦。好，那不晓得拉杆会不会受到影响？可能会有受到影响。那拉杆不行就推杆，反正3号就是做中带。好，拉的可能不太够。那这种球不要下轻攻，然后这做轻攻能做到的好角度也不一定好。我是建议稍微弹起来一些些，或者跑3颗星都行。好球，
好47碰，然后10号停在洞口。好球哦！而且他故意打的稍微大力一点，他就是怕自己身材球哈，所以让母球往后退多一点，算是一个经验很好的选手，待会知道自己的身高缺陷在哪里，所以他选择让母球退后多一点，这样他出球的位置会比较舒适。你看，不过他的还是有受到一点点影响，对他的左脚还是必须要翘起来。但已经他已经有预设到这个问题了啦。这在国高中选手里面，非科班的学生能注意到这些细节，算非常的优秀了。他一定以前吃过很多亏啦，如果没有教练特别讲，然后他自己去尝试来的话，他就代表他以前吃过很多这个亏。哦，人总是要吃过一次亏才会长记性。对，就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成长。好，一路进球的陈正佑能够把这股气势把握到最后，然后同样也还一个清球的演出嘛。我们继续来看下去。现在场上还有3颗球。黑色的6号也没有问题。看一下，哇，有点过头。母球等一下，母球等一下可能要先跑上去再跑下来了哈。但是又有点厚，有点厚就很尴尬，母球会跑不动。哇，这个有点对，有点尴尬了。真的是有点尴尬，可能要打个顿拉靠右塞跑了哈。如果脚方向错的话。或者是推杆怕如果投太多就会往洗袋去，是，所以不晓得他会不会打一个顿拉右塞。好，庄之宇就是老神在在，他就看最后陈志勇会留给他的是直接一个新的局数呢，还是直接一个很舒服的机会？好哇，这个真又选择了一个非常不好的选择，是这个处理真的是不容易处理。所以我其实不太懂他这颗想要打的样子，可能有执行啊，只是就是没有办法到位。对，就是想法是如此，只是做不到。好，那跟教练请教，他现在这个局要怎么办？他能怎么处理？就打进了啦，这就是进攻。以他们现在少年人来准度，年轻人的准度可以哈。对啊，就是小心母球应该是不会洗袋。来打9号球的右侧。哇，包了，好，母球要走远一点啊，不要让对手好打。好，板凳坐了很久，庄志宇能否上来直接一球收割？我们来看看。好球！哎呀，一球收割，好吧，那这样子第2局。陈正佑打了大概2/3的好球啊，但是最后8号跟9号的机会处理的没有很理想。我为人做嫁衣，对，为人做嫁衣。好，陈正佑这样子就有点兵不血刃的感觉哦，拿下了第2局。现在小朋友都不会说为人做嫁衣，他们说打工仔，帮人家打工的也是可以啊，道理一样，对。也希望这个正佑赶快不要受到心情上受到太多影响，然后看第3局能有什么发挥。因为毕竟年龄有差，所以在大赛经验来说，陈正佑会比较容易紧张。然后庄志宇因为刚经过亚锦赛的洗礼哦，我相信他现在这个心理素质应该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里面数1数2好的。没错，对啊，他都穿 T 恤出来，你就知道他有多悠哉。戴个手表，对不对？好，来看一下他的冲球。好，没有球进，换我们正佑同学。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号球要怎么处理哈。那1号球可以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包中带啦。如果要打左下角底带是比较困难的，然后打右下角底带也比较困难。那我会建议，如果真的要进攻，可以试试看。对啊，那个就是看1号球的距离够不够跑了。来看一下，他是选择打底带还是做防守？对啊。好，他选择打右下角底带，那就是拼了啦，没进就是谢谢。好，那对手待会3号跟4号应该是会打一个组合球 kiss。好，有人推得太顺哈，角度没有出来，这2号球角度也很大。这就要做小面了哈，做另外一面。打这个收力杆法，怎么会这样子呢？不太像他2-0领先，然后打一个失利的杆法，是不太像他会犯的失误。所以老一辈的都会说，球是圆的，哪有一定？就是这样，选手中在打击的过程中，还是会出现一些小小的失误。好，那3号球没有拼进，留下一个大角度中远台的切球。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你说走捷径吗？对啊。你觉得呢？我觉得以正佑应该是不会，因为这颗球还是他能进攻的范围之内啦。他觉得能进攻，他还是进攻。而且这颗球如果进攻失败，母球会下来，应该是3号球不会那么好打。不过他好像在做一些思考啊。他如果打3-9碰，就代表他怕了。对，身为一个选手不能怕。好，他选择防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庄智宇这颗，他会选择怎么做呢？看他是老派的做法还是新派的做法。所以刚才他这个处理，你觉得算是老派还是新派？苹果派打一个甜甜给人家露出来了，也是很够意思哈。对啊，他应该是要躲在5号后面。对，就是母球最后的设定没有达到预期。没错，但是既然都要雕球，我是觉得刚刚那颗用6号球小雕就好了。对手会跳就让他跳啊，你停在你现在你原本这颗球想要停在5号后面，也是要让对手跳啊。没什么差别啦，成功率的高低而已。那干嘛不打一个成功率高的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4号球，他怎么处理？应该是打薄球啦，母球走远一点点，用7号球雕球。不要想着让母球跑远，让母球跑远，你的4号球就会变得很难控。4号球在长颗星的位置贴着，薄切一下，好像会被人家反掉。可能对方会打一个4号惯走母球，躲在7号后面。来，我们看一下智宇的左手，中母种啊，看来是母种啊，应该也是想说解一下就好了。左手啦，受到限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正右这颗远台的准度。
屏息以待哦。本球轻推，哇，哎呀，受到了阻挡。他打中带，对，这么他打刁钻，中带这么刁钻，嗯，我就觉得有点遮挡啦。是有点遮挡，他那个击球点也是处理的品质没有很好，好吧，轻飘飘的。没错，嗯看来又是送给志宇一颗呛死。继续5号的局球，右侧底带没有问题。好，点一下，好，那来做到7号，再来这一颗左塞一些左塞哈，不要做太直，对，好吧？他他在怕他的衣服碰到，再穿休闲啊，再穿休闲啊。给最后的8、9，没错，还在可进攻范围，好，应该是没有问题。如果硬要挑毛病的话，就是稍微少跑了一点，然后左塞也不够，但还好啊，这个就是一个对他们来说基本准度。好，好，啊，球跑的位置也 OK， 很理想。没错，这叫我阿嬷来打都有机会进。哇，做球的细节啊，还是展现了少年球王的细腻度，这样子就比数来到对3-0啦。持续的在霸占这个领先态势哈，3-0了。这样陈佑正的31号赛程，他当然2天都有出赛了，所以今天对他来说只是第一天，他还有明天。那31号的状态，现在距离他拿下冠军也只剩下最后一局了。我们期待看到对手郑佑，看看最后一局是不是有什么对，回天，不要再那么保守，稍微冒险一点。赶快回春丹吃一下。今天的赛事也是进行的非常顺利，也包含我们这样转播当中也是有几个蛮出乎意料的发展，所以让整体的赛事节奏比预期的是还要更顺畅一点。嗯哼，对。好，哎呀，哎呀来出现变数啦。那会不会就像刚刚讲的，既然有自由球了，这有你不妨对有个大胆的想法。我大胆的假设一下，他可能会大胆的攻球。他可能也在想刚才的这个冲球，来观察一下。现在撞球桌上的局势有哪一些变化跟可能性？毕竟你现在是0-3的落后。左上角那一坨是不太好处理啊，还在思考。好，他选择不处理那些球，他选择攻球，对，大胆的思考。好，来19 kiss， 我们来看看。谨慎再谨慎，观察所有可能性。还好这个没有计时。对，来哦，
这条捷径能不能走得通呢？差一点点，差一点点。OK， 不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嗯，好，这颗球应该会选择盾推右塞，角度稍微大了点，出的有点短。3号球拼了，但是没有拼进。但是运气好不好呢？不太好哦，对手还是可以进攻，而且应该可以顺势做到4号球。那现在有点就是我已经领先了嘛，那比较难打的球我就稍微拼一下。对，我觉得 OK 啊，因为每个选手在领先的状态跟落后的状态，他们的思考角度不一样。特别是陈振佑刚经过完亚锦赛的洗礼我觉得今天这场杯赛对他来说，他或许可以尝试一些平常想做但是不敢做的尝试。好，再来看一下这个4号球，应该是推杆来回跑2颗星5号做中带。看一下这个小身材。哇，这个走这么近，确实属实吓到我。好，那这个应该是打进5号球，然后可以的话，看是要打一个大拉杆接8号回来，还是要往前推接8号往前走。5号球的拉杆，母球最后的落点很重要。OK， 好，他可能还在抉择要打哪个带吧。这个应该还是打左下角底带比较好了。看一下他的这颗准度，哎呦，可以，真的准，没错。可是母球，哇！好，这个7号可能能打到的厚度不多啊，所以防守也其实不太容易。7号受到8号的干扰现在真佑非常需要一颗球来稳定军心啊！哇，这个颗星，哇，没了，哇，没解到，对，这样 foul 就给了庄智宇很舒服的最后 finish 的机会了。没错，好，所以关键时刻颗星的这种把握度太关键了。没错。好，那比赛来到最后一颗 game ball，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掌声！我们恭喜来自高雄的庄智宇拿下4局之后，获得这个冠军的宝座以及冠军的奖金。然后我们同时也恭喜郑佑获得这场赛事的亚军，也有3000元入袋。确实我们透过今天8月31号的这个第一天赛程的转播我们可以看到冠军选手庄智宇确实经过前2天的亚锦赛，他不管是整个人的心理状态也好，还是火烫的手感都有维持住，所以今天他一路这样子打下来，渐入佳境了。好，那我们今天在这边也看了这么多比赛，然后想问一下林娟富老师，对于今天有没有什么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撞球时刻？我觉得这个冠军赛当然是不用说是最印象深刻的，尤其是郑佑选手他的心态非常的稳健不管是遇到如此的这个冠军亚锦赛的冠军选手他都没有任何的胆怯。那我们还有女子选手家珍也表现得非常的不错啦，那她还是一剑封喉，然后顺利闯入到4强赛。确实，而且今天的4强选手其实有这个3位都是来自高雄，所以也可以说这个比赛这次在高雄举办，然后高雄的选手们也非常的争气。那也提醒观众朋友呢，我们这次的赛事转播可以透过高雄市的撞球运动协会的 Facebook 脸书专页来收看，同时还有 Hot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以及动资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那您也可以透过我们旁边这个 QR code 呢，直接扫描就可以进入到赛事的聊天室。这2天呢都可以一起来跟我们互动，会有小编来跟大家聊聊天。好，那最后今天8月31号周六，我们是先混合组登场。那明天9月1号周日会有这个更进阶的公开组。那想问一下林教练这边有什么对明天赛事的期待？希望今天没有来的选手呢，明天能出现，然后让这个比赛呢能更多人参与，然后更激烈，然后各位选手能发挥得更好，然后让这个冠军不要让他如此的简单就获得。是，还是要赚取这个奖金还是要稍微有一点难度，会比较好看。这样子没错。好，那我们在这边转播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今天非常感谢国立中正大学撞球队的教练林全甫先生的精彩讲评，还有我董静巧以及所有幕后转播团队，感谢您的收看，也提醒您明天9月1号周日的上午9点30分，我们持续在现场会带来这个113年度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第2天的赛事直播。那今天周六还有很多时光，也祝您有一个美好的下午，我们明天见。